哎，我虽然没有造景啊，我发现这里突然变得繁华了起来，是吧？然后现在城市有垃圾该怎么办？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。然后旁边的土地看一下能不能把它买了，没有解锁。没有解锁的话，这个垃圾啊，我们就先把它暂时的放在火车站对面吧。靠近居民区的话，居民肯定会生病的。我们先放一个回收中心，把它放在这儿。建造費用16000。已启用垃圾車數量15輛，它可以出動15輛垃圾車。然後呢，我們稍微跟蹤一下啊。生物燃料垃圾車，這個垃圾車是綠色都市 DLC 裡面的，是我比較常用的一個。就是把它放在火車站了以後，我發現這個垃圾車可能行走的速度有點慢，距離我們的村莊太遠了。先把這個路口的紅綠燈給取消了，不要了。OK， 讓他們前期可以工作的稍微順利一點啊，稍微快一點。這個小村莊現在產生的垃圾有點太多了，倒是挺快啊，這個垃圾回收的問題已經解決了。然後呢，現在又有超高的住宅需求，沒有商業和工業。我倒是感覺挺奇怪的，沒有工業，一直沒有工業需求。然後呢，我們把這條道路啊往下方拉伸一點點，快速發展一下人口，繼續把這個小別墅啊直接建造一下。這裡怎麼回事？為什麼這個房子可以蓋在路上？哎，我去，我還得取消一個分區。OK， 然後左邊的道路呢，研究一下，左邊的道路留了有幾格，差不多是這個位置，把它放在這兒，然後再拆掉一段。太難得了，這個地方有點太小了。然後我們整個地圖發展起來的話，可能人口不會太多，人口421。我們的存款現在還有16000克朗。那麼為了更加的節省成本啊，我們先看一下現在水電的問題。電力的效率，電快不夠用了，電先不用在意啊。檢查一下這個可用水資源現在6萬立方米。我們可以從預算上把這個水資源往下稍微拉一點。OK， 我們每周的收入現在已經將近2000塊錢了。剛才只剩下1萬多，現在有4萬塊錢。已經足夠我們發展了。我們需要把這些村民的工作給解決一下啊，想一下把他們放在哪兒。上方的道路往外延一點點，下方的道路也延伸一點。然後我們用一個普通的2車道公路超出城市邊界，應該可以買地了吧？旁邊的地6300塊錢先買了，現在我們不差錢。OK， 把這塊地買了以後啊，規劃一片工業區。有了2條主幹道以後啊，我們可以把下方規劃一個區域，就這一小格就夠了。前期可以先讓他們工作，等後期的時候，我們把這個小島全部發展成寫字樓。為了美化一下環境啊，我們就做一個林業吧。然後把工廠呢先蓋在這兒。OK， 精緻家具有限公司、巨人木材有限公司、恆木園。然後這個電的問題，它為什麼不從左邊開始蓋起啊？左邊的電是沒有問題的，就很奇怪啊。有的時候就很奇怪，它的算法啊不是太理解。然後我們把這個電線桿拉過來的話，又多了1000多塊錢的預算。OK， 現在水電也有了。檢查一下這裡着火了，哎，我們現在應該解鎖了有消防的設備。這個消防局呢，想一下把它放在哪兒？想一下，消防局呢，我們先把它放在商業和村莊的旁邊，建造費用12000。放在這個位置的目的啊，是為了快速的去滅一下火。哇，3倍的一個速度跑得真快。好久沒有體驗到我的這個遊戲不卡的一個狀態啊。那麼現在有這麼多犯罪率的行為，是因為剛才沒有為他們解決工作，工廠蓋的有點晚了。如果說我們不去打理它的話，它等一會兒會自動消失的。最好是能為他們放一個警察局，是吧？這個警察局呢，我們放在消防的旁邊。跟蹤一輛警車看一下啊，巡邏中。所到之處，整個村莊的犯罪行為現在全部取消了。小城鎮750，
今天發展的還算是比較快一點，商業的問題也解決了，可供出售的商品不足。我去，這好像是一個特別大的難題啊！因為我們的公路還沒有和高速公路進行相連接，我們現在的錢不夠，我們可以先把下方的這個貨運港口給啟用了，先架一個小橋梁吧，越過下方的石頭，然後連接一下主干道，先讓它正常運營。等後面我们發展大城市以後啊，這個貨運港口就可以拆了，不要了。來，我們去看一下啊，這裡怎麼回事啊？市民病了，市民病了。這個病它是會傳染的，如果說我們沒有及時治療的話，它可能會去世。感覺這個遊戲單純去玩經營的話，其實還挺有意思的。我們不用造景啊，不用去思考，你看直接放置就行了。建造費用1萬塊錢，而且這個診所呢，它出動8輛救護車，我們也不用管它，它自動的。來跟蹤一下啊。哎，他不是黑人小哥嗎？对，黑人小哥是那个墓地的一個建築啊。診所的話，他的穿着就是這樣的。等那個救護車啊，他們把病人送到診所以後再來一趟，基本上把這個村莊生病的問題就解決了。OK， 不知不覺我們的人口現在快1000了，貨運港口現在也發揮正常了。那麼再來看一下啊，我們現在電又不夠了。剛才是為了省電線桿，然後呢，我們可以把這個發電機呢靠近工業區的位置多放幾個，放在縫隙裡吧。建造費用3000塊錢，把右邊的2個也移動過來。建築遷移。OK， 我們前期的電啊，整個村莊的電就靠這3個太陽能發電板了。這個位置都給它蓋成房子吧。現在我只要人口，其他的什麼都不重要。然後還有一個非常神奇的現象，這個道路它應該是模組吧？這個道路中間是自帶一個停車場的，但是沒有見他們停車，也就是說這個道路我們用不上。重新建立停車場的話，檢查一下啊，可以把停車場放在哪兒？人口沒有那麼多，這個停車場呢，可能我們的需求也不是太高。這個房子比較幸運啊，剛把它蓋起來，然後呢，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它拆掉。OK。哎，我去，大哥，這是有問題的。我剛才開了強制。你看這個房子怎麼能蓋在停車場上呢？這個沒有辦法啊。這個停車場呢是公共的停車場，任何居民他不能佔用。摩托車可以先停靠，這個無所謂了。然後呢，把這個停車場看起來地形好像不是太平整。我們先適當的把它稍抬高一點，抬高地形以後啊，它附近的汽車會自動的停在我們的停車場上，這一點倒是挺合理的。然後呢，我們在附近啊繼續來加幾個停車場，把它稍微覆蓋一點點。這是哪兒？是火車站旁邊，也來一個停車位，建造費用500。然後這個位置呢，哎，或者在這個位置可以加一個立體的停車場啊。那把它放在這兒了以後，感覺就有點奇怪啊。又拆了一個房子，看這個停車場，哎，一下順眼多了。來，我們再回到村莊啊。這個時候我發現啊，剛才有一個建築沒有放，就是我們的火葬場。哎，不能說我們的火葬場太不吉利了。村民的火葬場啊，我們打開這個醫療的選項。但是奇怪的是，火葬場沒有解鎖，只解鎖了公墓，每周維護20，公墓每周維護是160，可以放置3000個遺體。這個小型的每周維護20，可以放置250個遺體。其實現在村莊的人口才1680，我們可以放一個小型一點的，先把它放在這兒吧。哇，這個位置我看上了，先來2個吧。夠用了啊！
暫時把这個村民放在回收中心的旁邊。這個靈車呢，它現在運載遺體前往警察局。警察局怎麼會有遺體呢？這個遊戲設定有的時候不準確啊，肯定是不準確的。OK， 這個遺體現在就被抬出來了。你看這個黑人小哥，他會無敵穿牆術，很合理啊。